上一期视频我们看到满园花开，就在拍完那期视频的第二天，倒春寒来了，连续2夜零下2度、零下1度，整个果园都损失了什么？咱们挨个的看一下。你仔细看这些花，同一棵树上开得越盛的冻伤越重，花菇都没事儿。这不是偶然的，花朵在不同阶段耐冻能力差别很大。花蕾期能扛零下3、4度，盛花期2度就会受损。花瓣刚落，幼果刚形成的阶段最脆弱，零下1度就有危险。桃树、梨树是这样，你看迎风那一侧，花瓣边缘都有一圈淡淡的褐色，背风侧有遮挡的地方就会好上很多。桑树的花穗也是一样，那些没打开的小芽苞完全没事儿，已经展开的花穗受损明显。李子树的花呢，这2天刚好谢了，表面上看冻伤不像桃花那么明显，但按照往年的经验，花瓣落后的幼果其实比盛花期更脆弱。现在只能是等待，看看有多少幼果能撑住，冻伤的很快就会掉落。苹果树和山楂树是类似的，现在才刚刚看见芽苞，基本上没受什么影响。花期晚是它们这次能躲过去的原因。果园里其他只有叶子的果树，包括小树苗，看不出任何明显痕迹。零下2度对叶子来说还是扛得住的，最危险的永远是花儿，还有刚形成的幼果。开得越早越盛，暴露的越多，损失就越大。看这梨树上，这就是被冻死的花，开得早了，霜冻一来，过2天就成这个样子了。昨天晚上霜冻之前，丽丽用厨房纸加上锡箔纸保护了杏树上部分刚落花的枝条，还有一部分香椿芽。这个方法我们去年试过，效果还是挺明显的。你看这里，这是没有保护的香椿芽，已经变褐色了，冻伤了，之后会慢慢枯掉。这个是枯掉的香椿芽，这是保护过的，你看还是新鲜的嫩芽，完全没受到影响。厨房纸起隔热作用，锡箔纸减少辐射散热。锡箔纸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好处，就是定型方便，直接用手捏一捏就能固定在枝条上，根本不需要绑绳子。家里随手就有，操作也快，保护不了整棵树，但局部保护效果是真实的。每次倒春寒预报出来，我都会想有没有什么办法保护。我查过，能做的就那几样：遮盖，用防霜布或者是旧床单把树罩起来。小树是可以，但我这些开花的果树有2、3米甚至3、4米高了，罩住整棵树不现实。洒水防霜，商业果园会用，整夜开喷头让水在花上结冰。听起来矛盾，但原理是真的。水结冰会释放热量，花周围维持在0度左右，比暴露在干冷空气里反而更安全。但这么干消耗水量太大，喷头也容易被冻住。家里这个条件不实际。还有一种办法是烟熏，靠烟雾减少地面辐射降温。大型果园会用，住宅区也不让烧，有失火风险，直接就可以排除掉了。所以丽丽用厨房纸加锡箔纸局部保护，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实用的方案了。但是这些都是应急，真正的解决办法还是种树之前就选对品种。这边的这棵杏树我种了有5、6年了，旁边还有一棵。每年春天，杏树是我果园里最早开花的，有的时候3月初，其他树还没动静，杏花就已经开了。花是开得很好看，每年这个时候我都觉得今年说不定能行，然后倒春寒就来了，几乎每一年都是这样。有一年是例外，那年幼果挂上去了，没冻死，熬过来了，一颗颗慢慢的长大，最后长成了挺大个的青杏。我以为那年终于要尝到了，结果最后还是没了。天气、虫还是鸟，反正就是没了。我种杏树这些年，从来没有吃到过一颗自己种的杏子，施肥、打药、剪枝我都做了，就是这个品种开花太早，年年跟这里倒春寒撞上，几乎是躲不开的。所以今年我又新种了一颗沙金红杏，想试试这个品种花期是不是能错开一些。可能还是会失败，我也知道。那2棵老树，我打算再给它们2年的时间，2年之后还是这样，我可能就给换掉了。种果树这件事儿，选对品种比什么都重要。在东岸马里兰种杏树，我是用了5、6年才真正想清楚这件事儿。
这里的平均种霜日是4月19日，从今天开始算，后面还有10来天的风险窗口。倒春寒对这个地区来说几乎是每年都有，而且不止一次。今年其实还不算严重，零下2度，并且也就只持续了4-5个小时。去年的温度更低，持续时间也更长，损失比今年大。等再过几天，哪些保住了，哪些没了，会看得更清楚。施肥、打药、剪枝、围篱笆、防鹿、防兔、套袋、防鸟、防松鼠，这些我们能做的我都在做。但倒春寒来的那一夜，你能做的其实很有限。种果树这件事儿，选对品种、选对地点是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花大精力种植管理、施肥、打药、剪枝、防动物，最后的收成和产量，很多时候还得看天。这不是放弃，这是种地人最终都会想明白的一件事儿。1周之后，我回来看看保护的那部分杏树幼果到底有没有撑住。这些梨树、桃树、李子树的花朵有多少会因为冻伤、干瘪、掉落？有多少会幸存下来，形成果实，并且最终坐住？